山河远阔，谢谢您来听我讲故事。欢迎收听悠然心语。陪同好闺蜜相亲，偶遇6年前的老情人，是种什么体验？有格调的餐厅里，窗外烈日炎炎，室内却冷得让人打颤。我介绍一下，这是我最好闺蜜许青梅。朱熹一脸笑意地介绍着，而一旁的男人也不闲着，我哥们顾衍成。但他们好像忘了，今天相亲的是他俩，这么开场白会不会有点主次颠倒了？你好。顾衍成眉头一挑，朝着许青梅伸手过来了。本来以为友好的握手，结果竟成了他被强吻。隔着桌子，他都能感觉某人的炙热和激动。嗨，我闺蜜一般不这样的。朱熹小脸红彤彤的解释。哈哈，我觉得越来越好玩了。朱小姐，要不我们先撤呗？等到两人分开的时候，相亲的2个正主已经结伴逃了。这么热情的场面，是人都会闪吧？顾衍成蹭一下唇边，冷眼地打量着她，不够绝美，甚至有些普通，却给她一种熟悉的感觉。这或许就是大众脸的特性。许小姐，一直都这么打招呼吗？许青梅一愣，许小姐，你以前可都叫我青梅，6年不见，你过得还好吗？衍成，跟我回家吧。他直白的表达，让某人直接蒙圈。他薄唇微扬的讥讽地说，许小姐，你就是用这招跟男人亲近关系的吗？难怪老爷子一向不管公司的事，竟然钦点了许青梅作为公司的专属设计师，而且报酬极高，似乎并不计成本。原来她是这样的女人。听说你是上市公司老板了，找一个富婆做老婆，真的就有必要六亲不认吗？顾衍成，我算看错你了。许青梅最后瞪他一眼，起身气呼呼地离开。酒吧里，空调开得很大，而许青梅还是觉得心燥得慌，一杯接一杯地喝啤酒，竟越发清醒。原来买醉也并不容易。美女，我可以跟你拼桌吗？一个衣冠楚楚的男人朝她有礼貌地说。许青梅眸子一沉，喂，你们男人是不是都喜欢喜新厌旧？就算曾经多爱，也抵挡不住金钱的诱惑，是吗？陌生男人先是一愣，继而笑着坐他身边，凑到耳边低喃道，美女，我是专一的人，你的那个前男友只是一个个例，我敬你一杯。个例？竟让我遇到，那我也太幸运了。再问你个问题，你都结婚了，还出来偷吃，就不怕被你老婆发现吗？男人无名指上的戒指印子，虽然灯光昏暗，也是十分醒目的。看来男人都是一路货色，什么山盟海誓，不过是骗女人的把戏罢了。嘿嘿，我说是伤疤，你可相信呢？男人放肆地往他身边靠近着，两人近在咫尺，估计嘟一下嘴都能亲到了。许青梅厌气地想要起身，却被他一把拽住了，硬是给拉回到原位了。美女，相遇即是缘分，不如我带你回家吧。两人贴得很近，男人嗅着她身上香香的味道，竟然有些意乱情迷了。之所以男人喜欢刺激，正因为这种陌生的朦胧感，让人会欲罢不能，甚至有些冲动的莽撞。你也这么说，还真是一样的骗子。起开，我自己有家有儿子，干嘛要跟你回家？许青梅使尽力气地推开男人，刚挣脱，竟撞进了一个厚实的怀里。抬眼望去，竟是一眼万年的感觉。同样的模样，
不同的境遇，她突然觉得自己好傻好痴。为了一个不了解的男人，独自生下儿子，心里还期盼着有一天能再遇到，结果竟是装作不认识。她的这份深情似乎被狗叼去了。又是你在跟踪我。许青梅气恼地将他推开，四目相望，顾衍成只有满满的疑惑，这个女人总想欲擒故纵吗？我刚巧来见客户，遇到你，我也挺意外的。你喝醉了，我让司机送你回家。作为公司的设计师，再不喜欢，也不想让他出意外，这是作为老板最起码的责任。我要喝酒。许青梅踉跄着身子又坐回去了，而陌生男人见状不妙，早早地趁机溜了。男人啊，遇事比兔子跑得都快。那我让司机陪你。顾衍成见劝不动，只能由着他了。不过某人闹脾气的样子倒是有些姿色，让他忍不住想笑。你笑什么？觉得我混得一般，在笑话我吗？顾衍成，你依靠富婆上位，比我自食其力更可耻，好吧？许青梅鄙夷地瞥他一眼，长得好看就当小白脸，他真有出息。顾衍成也不打算走了，一屁股坐他对面，翘着腿，冷静地凝望着他。许青梅，你说我靠富婆上位，有何证据？你曾经口口声声说要给我一个温暖的家，要带我回家，结果你住进了别的女人的家。顾衍成，我不想再看到你，你滚吧。他懒得再看某个负心汉，直接跟酒干起来，才不过几分钟，都已经喝光3瓶啤酒了。再后来，他脑子一片空白，连怎么回家的、跟谁在一起，都完全没印象了。翌日清晨，一个卷发且好看的小男孩坐在床上，直勾勾地盯着他们。你是我爸爸吗？小男孩见顾衍成睁眼，笑呵呵地凑近问。我不是你爸爸，你又是谁？顾衍成揉下太阳穴，望一眼满屋子的凌乱，竟有些傻眼了。他怎么就跟这个女人回家，还睡在了一起，还被小孩给堵在床上了，简直丢坏他的老脸。我叫顾逸许，是许青梅的儿子。哈哈，很高兴见到你。两人的谈话终于吵醒身旁的人儿。许青梅睁大一双美眸，回忆着昨晚的一切，脸色越发难看了。你回房看故事书去。支走儿子后，他一本正经地瞪一眼顾衍成，看他衣衫完整，一颗紧张的心终于落地了。你可以走了。他直接赶人。那我们昨晚的事不该说清楚吗？他可是被抢走了头一次呢。他话说一半就被许青梅打断。昨晚我都不记得了，你也不需要太在意，从此以后咱俩就桥归桥，路归路，各走一边吧。经过一晚，他也终于释然，就当6年前自己被狗咬了一口，虽不解气，但他也不能咬回去吧。希望如此。顾衍成还想上个厕所，竟被他一脚给踹到门外了。他抚摸着自己酸疼的屁股，苦涩的一笑，被这么嫌弃，自己还真有点怀疑人生了。总裁办公室里，张秘书递过来一杯咖啡，并没急着走，而是似笑非笑地站在原地，就有点古怪。有事？顾衍成抿一口冰美式，险些呛到，完全的是心不在焉的状态。你没事吧，老板？张秘书关心地问，想要体贴地帮忙拍背，竟被某人怒视而制止了。张秘书，你今天好奇怪，有屁快放。
张秘书走近了他，才压低声音地问：“老板，昨晚你是不是被拿下了？”“没有。”“张秘书，你问得好奇怪，不该是我拿下他吗？”顾衍成有些恼地瞪他一眼。这个张秘书古古怪怪，还不懂说话，就差降薪了。老板，你俩在一起，您更像被欺负的那个。而且许青梅竟然敢当众强吻你，她也太彪悍了。战北辰这个大喇叭，顾衍成将手里的咖啡丢在一旁，瞬间心情糟透了，仿佛遇到了许青梅，他就开始连连倒霉，根本就是自己的克星。老板，你也别太生气，这人嘛，总有起起伏伏，拿不下一个女人也是很正常的。张秘书，你今天话有点多，老板，你先忙，那我先出去了。张秘书转身想逃，竟被他给呵斥住了。帮我打听一下许青梅，她是如何得到老爷子赏识的，以及关于她的一切。给您。张秘书第一时间递上了一个文件袋，里面对许青梅的调查，那叫一个全面详细，还算你有点用。顾衍成摆摆手，张秘书识趣地出去了。在他看了半个时候，立马不淡定了。原来许青梅没有污蔑，他们真的在6年前就认识并相爱过。张秘书，陪我去趟学校，我去取车。不等他下楼，张秘书已经把车停在大厦门口了。此时此刻是最称职的员工了。顾衍成刚坐上车，就端详着张秘书的衣服，狐疑地问：“我去见儿子，你换什么新衣服？完全莫名其妙吗？”“老板，我想给小家伙一个好印象。对了，你想好怎么跟孩子处好关系了吗？”张秘书这话问的看似平常，倒是难住顾衍成了。他微皱眉头，思量一番才说：“我是他爸爸，我们的关系是天生的血浓于水。”“也对。”张秘书瞅一眼一旁的新玩具，看来是他多此一举了。“这玩具我征用了。”顾衍成说完就闭眼假寐了。张秘书张了张嘴，硬是把话咽回去，安静地继续开车了。学校门口，许青梅很庆幸自己早一步来接儿子，不然就被某人给抢走了。“顾衍成，你想拐卖儿童吗？”他不客气地问。“他是我儿子，我来接自己儿子，没毛病吧？”“呵呵，说他是你儿子，你有证据吗？你已经攀上富婆，我想你不会去做傻事的吧？”许青梅把儿子护在身后，不给他抢人的机会。“妈妈，爸爸，我能说句话吗？”顾一许眨巴着眼望着两人，可爱到人心坎去了。“说。”顾衍成一口答应了。一旁许青梅也笑着点头，顾一许这才又说道：“我想要你们在一起，别的小朋友都有爸爸妈妈，我也想有。”小家伙拉着他们俩的手，笑得好不幸福和天真。顾衍成顺势也打圆场：“许青梅，我先给你道个歉，昨天没认出你，是因为我失忆了。”“失忆？”许青梅一脸狐疑地端详着他，就不知道是真失忆，还是故意装不认识了。不过只要不跟自己抢儿子，他就暂且原谅这个男人，毕竟当年是他救的自己，变心和救命之恩相比，也就微不足道了。“我虽然失忆了，但我会负责任，所以你和儿子我都管了。”顾衍成承认对许青梅有独特的感觉，两人还有一个儿子，试着交往，正好能搪塞爷爷的逼婚，简直是两全其美。“不需要你管，儿子是我一手带大的，
你没理由当这个便宜爹。顾衍成，我还要回家做晚饭，就不陪你闲聊了。许青梅拉着儿子手就要离开，却被小家伙惊到了。只见他赖在顾衍成怀里，一脸认真地说：妈妈，我要爸爸，我要他跟我们住一起。好儿子。顾衍成在粉嫩的小脸上狠狠地亲一口，惹得小家伙咯咯直笑，好一副父子情深的画面。好吧，我尊重儿子的选择，不过我要你3天后再搬过去，不然一切免谈。我答应你。顾衍成望着母子坐上了出租车，竟有种舍不得的感觉。原来父子的情深果真是一种天性。然而在他心底深处，对于许青梅也是很不同的，只是缺失的那一块记忆，让他心里有些烦躁了。儿子都有了，他竟对这个女人一无所知，换谁都会抓狂的吧。某日，咖啡厅，许青梅清下嗓子，才对张秘书开口：你老板失忆的事是真的吗？绝对的真的。张秘书点头之余，还不忘拿出医院的诊断书，是6年前的一份检查，发黄的纸张，里面的内容却是清清楚楚的。许青梅终于想通了，为何他会一直不露面，不是死了，更不是变心，而是受伤后失忆了。此时此刻，他对他只有心疼和爱意。这个还你，我先走了。许小姐，我们老板不懂爱，拜托你多给他一次机会。许青梅没回头，而是朝他摇摇手，示意自己都懂。入夜，半夜的路上，行人少得可怜。许青梅背着儿子，正往小区门口走着，就见一个猥琐的男人猛地冲到他面前了。你要干嘛？他警惕地问，手也没闲着，从包里掏出了防狼喷雾。我想要钱，还有你。男人本来只想劫财，但看许青梅有些姿色，这里又没摄像头，就开始动歪心思了。在逃亡的这些天，他都有半年没碰女人了。大哥，你想要的我不想给，咋办？许青梅将儿子放在一旁的地上，竟朝着男人缓缓靠近。正在他想动手喷喷雾的时候，一个黑影突然出现，将男人3、5下给制服了。待一切归于平静后，顾衍成才借机地说：许青梅，我又救你一回。貌似是这么回事。他静静看着顾衍成抱起了儿子，而他手腕上的血迹将手全染红了，这会还在往外渗血，十分的刺目。你受伤了，跟我去医院。他拉着他另一只手就要去打车。都是小伤，不用大惊小怪。他晃了晃手，只为表现自己的男友力，谁料许青梅竟顺着他说：既然没事，那咱们就在这散了吧。说实话，他还真懒得管他。哎呦，他瞬间疼的脸都变了，眉头紧皱，整个人都虚弱到让人心疼。许青梅，嗨，我就是客气一下，你还真就不管我了。语气里尽是委屈。许青梅用指尖挑高他的下巴，据说你不近女色，不会因为咱俩有个儿子，你就转性了吧？我想要个理由。顾衍成瞅一眼他脖子上的项链，自己果然曾经足够爱他，家族的传家宝都被当定情物送给他，可见这份情是真的。至于现在的彼此，只能交给时间了。他不是非他不娶，是爷爷不想唯一的重孙子流落他乡。你脖子上挂的是我们顾家的传家宝，那还你。许青梅说着就想取下来，就被他的突然晕倒给整懵了。
望一眼四下无人，自己若不救，某人就会死在这了。他只能将人勉强带回家了。张秘书，你啥时候把人带走？许青梅一边做早饭，一边追问着。许小姐，我正在医院伺候老爷子，估计要3天后吧。医生在喊我了，电话被强行挂断了。嗨嗨，顾衍成从沙发上坐起身，朝着他微微一笑。昨晚麻烦你了，我只收留你3天。哦。许青梅递给他一碗白粥，就让某人紧皱眉头了。白粥？我只会熬白粥，你不想吃，正好留给我吃。对了，我要出差几天，你们俩最好和平相处。吻我。顾衍成指了指薄唇，突然的要求就让许青梅误以为他居心不良，刚想开口骂人，就被他轻吻一下，这样我就可以放心吃了。你怀疑我在粥里给你下毒？是你说的，我可没怀疑过。你不是要赶着出门？他低头专注地喝粥了。余光一瞥，见他气冲冲地进了卧室，顾衍成薄唇不自觉地微扬起来。长得不美，但他确实能刺激自己的兴致，原来是本能的喜欢，绝非是一种冲动。从外地出差回来，已经是1周后。许青梅推门的瞬间，竟然被感动到了。顾衍成做了一桌子美食，儿子凑上来就给他一个吻，这份家的温暖让他眼眶都瞬间红了。妈妈，你出差这么些天，可把我想坏了。儿子抱着他的脖子，一刻也不想撒手，而一旁的顾衍成身上带着围裙，笑呵呵地望着他们，就有种岁月静好的即视感。我也想宝贝儿了。许青梅吻一下儿子脸蛋，奶乎乎的样子让他的疲劳瞬间清爽了。那我呢？顾衍成半蹲下身，朝他身边凑近着。许青梅也没矜持，在他脸颊轻碰一下。你还真是麻烦。虽然人失忆，爱粘人、喜欢吃醋的习惯倒是一点没改，但他心里却早已重新接纳他了。误会解除，自己没理由再压抑心里的感情了。毕竟初恋是让人最难遗忘的了。我麻烦吗？那麻烦人做的晚饭，你别吃了。他牵着儿子手就往餐厅走去，身后的许青梅笑呵呵地跟在身后。我就吃，还要吃到撑为止。彼此的默契在这一刻让人都觉得羡慕了。次卧的灯还亮着，许青梅正好从门口经过，就看他大把的往嘴里塞药。情急之下，他猛地推开门质问：你在干嘛？晚饭没吃饱吗？我胃不太好，吃药保养一下。你是在紧张我吗？顾衍成笑着反问。许青梅脸色一沉，你要现在说实话，还是等我问张秘书？顾衍成凑近在他粉唇啄一口，才低声解释，是我想记起你，才服用了一些药物，以后不许再吃。许青梅将所有药都通通丢进马桶里了。她的男人记忆里有没有他并不十分重要，只要是他爱的就好，那一切便可以重来。某日咖啡厅，许青梅跟张秘书聊完后，还未来得及起身，就遇到了一个故人。他依旧风情万种，只是越发让人觉得风尘了。是你，唐诗玲。坐下聊会儿。在前闺蜜的邀请下，许青梅又坐下来了。听说你跟前夫又在一起了，那有勾搭李向泽是个什么意思？面对前闺蜜的质问，许青梅低头一笑。怎么，你也喜欢李向泽？什么叫我也喜欢？分明是我喜欢的人。
你都要跟我抢。许青梅，我倒想问一问你，都是富二代，你更喜欢哪一个呢？唐诗玲是故意这么问的，因为她在暗处发现了某人，一场好戏，她自然不能错过了。李相则很好，又帅又有钱，而且对我也痴迷，只可惜呀，他看不上你。唐诗玲，你真的挺可怜，总是跟我遇到同一个男人，而且每次还都输，哈哈。许青梅说这些，只为刺激这个前闺蜜，却并没想到会被人偷听了。你也没好哪去，李家是不允许你嫁进去的，难道阿姨没找过你吗？找过，那又如何？李家的媳妇注定也不会是你。杀人诛心，许青梅在挖苦前闺蜜一番后，嚣张地起身离开。刚走出门口，就看见一辆熟悉的车，她暗叫一声不妙，笑着坐上了副驾驶。你是来特地接我的吗？她笑得灿烂，却被顾衍成完全忽视了。他双眼微冷地看着他，我是来谈工作，凑巧听到了你的一些表扬。许青梅，我是失忆，不是去世了。许青梅环住他的脖子，吻上薄唇，缠绵好一会儿，才小声地问：好受点了吗？顾衍成脸色缓和了些，轻敲一下他的鼻尖，警告地说：许青梅，我很小气的，赞美别人的话，我再不想听到了。起初跟他有交集，是为了儿子，是为了弄清为啥会爱上一个普通的女人。现在他终于清楚了，许青梅是有魅力的，而且不光他发现了，有些苍蝇蚊子的也对他觊觎许久。顾衍成决定了，要最快速度的跟他结婚。你想领证？为啥这么突然？许青梅吃到嘴里的晚饭又给吐出来了，做一桌子她爱吃的菜，果然是鸿门宴。我们儿子都这么大了，现在补票上车都有点太迟了吧？他笑着去掐某人的脸颊。顾衍成，你是不是怕了？我都解释过好几遍，说那些话只为了气唐诗玲。当年我被坏人盯上，都是他一手策划的，我跟他的梁子这辈子解不开的。我想跟你结婚。顾衍成攥住他的纤腰，撒娇般地望着他。幸好儿子被送去闺蜜家，万事俱备，他必须拿下许青梅。喂，有话就说，别整这些肉麻的。许青梅觉得现在两人的状态就已经很完美了，有没有结婚证她并不在意的。她早就认定顾衍成是自己的男人了。我想你。顾衍成将她抱在怀里，大步走向了卧室。许青梅被折腾了大半夜，早上好不容易补觉，竟被一阵门铃声给吵醒了。她闭眼去开门，而身后的人儿正从身后抱住她的纤腰，两人像极了赖在一起的树懒，可爱而又让人嫉妒。是你。许青梅望着捧一束玫瑰花的人，竟有些傻眼了。一大早弄这个阵仗，李相则不会想二次表白吧？青梅，我想跟你单独聊聊。李相则想要拉他出去，顾衍成轻咳一声，冷冷地说：你俩就当我面说。他还很友好的给两人冲了咖啡，只不过李相则的是热咖啡，而许青梅的是冰美式，意图很明显，他已经恼了，非常恼火了。青梅，我想娶你，你能答应嫁给我吗？李相则怕现在不说，估计以后就没机会讲出真心话了。顾衍成坐在不远处，眉头一挑，就差把手里的杯子捏碎了。许青梅安抚地将他拉在身边，才望向了李相则。对不起，我爱的是他，
所以不能嫁给你，李向泽，你值得更好的女孩。好吧，我祝你幸福。李向泽踉跄地起身，却见顾衍成将人儿拽进怀里，肆意地亲吻着，情不自禁，更像宣示主权。许青梅，嫁给我。顾衍成一脸笑意地将早准备好的戒指直接套在他的无名指上，大小合适，样式也是他最爱的。不过即兴发挥的求婚，他总觉得不够浪漫，心里有些许的失望。扎堆求婚，顾衍成，你到底有多不重视？你咋不说是他破坏了我的求婚？许青梅，我们错过了6年，现在终于又遇到了，你等得下去？我可不想再放任你单身了。不等他反驳，顾衍成低头又是一顿热吻，而许青梅也乐意地迎合着，相爱的彼此恨不得每时每刻都腻在一起。而他们又这么不容易，整日清汤寡水的搂搂抱抱，他早就腻了。许青梅，等我出差回来，我给你一个惊喜。顾衍成又是一顿跟他亲昵，才依依不舍地坐车离开了。他不禁在心底发誓，这是自己最后一次出差了。许青梅这几天专心忙一个新项目，画图基本都是到凌晨，吃饭和睡觉都是应付，整个人都消瘦了一圈，根本没时间跟某人煲电话粥，就让顾衍成牢骚不断，有种怨妇的即视感。礼物和房本以及银行卡我都通通收到了，你还有啥没送我的吗？他选择跟顾衍成在一起，从来都不在乎这些，不然也不会在他生死未卜的时候坚持生下儿子了。这些身外之物诱惑不了他的。我想把自己送给你。顾衍成痴痴地望着他，眼神里尽是柔情，虽然隔着屏幕，还是给他火辣辣的感觉。远水解不了近渴，你哪天回来？许青梅被他这番话撩拨得脸红耳热了，他还真想他了。后天的飞机，你别忘了来接我。好。然而订好的飞机票竟然改签了，许青梅只当是工作耽误了，却没有想到等待他的竟是一场背叛。飞机场，顾衍成牵着一个女孩的手，她长得精致大气，远比许青梅来的好看。能解释一下吗？许青梅看他们手牵手的样子，感觉自己都多余来，背叛的感觉让她快要窒息。阿成，他是谁？女孩妩媚的一笑，还往他身上靠了靠，而顾衍成也回应的在他额头亲吻一下。亲爱的，忘了告诉你，她不过是我儿子的母亲，你若是介意，孩子我都可以舍弃。许青梅是吧？我是阿成的未婚妻，很高兴见到你。女孩友好的伸出手，许青梅直接躲开了。顾衍成，原来传言都是真的，那我祝你们幸福。许青梅将提前买的冰美式一把塞给了顾衍成，最后看他一眼，头也不回地转身走了。他6年前说过要给他一个家，刚刚前不久他又说过要娶她，现在竟跟别的女人大秀恩爱，人心变得真快。酒吧里，许青梅正在喝酒，一身艳丽的唐诗玲又不请自来了。听说你被甩了？唐诗玲笑着端起酒杯，故意在他面前晃了晃，不光取笑，还十分嚣张。你好像也输得很惨，唐诗玲，这些年你从男人身上赚的钱，在赌局上都输光了吧？我早就警告过你，你太笨了，要懂得见好就收，可你偏偏不信邪，真是愚蠢。许青梅说的过瘾，
唐诗玲算是被彻底激怒了，是你找人做局害得我吧？还真不是，你还不配。许青梅起身想走，唐诗玲拿起一旁的玻璃杯，就想朝他头砸去，眼看就要头破血流，竟被李向泽单手抓住了。唐诗玲，都到这时候了，你还想害人吗？不是的，李向泽，你要相信我，我是因为恨他抢走你，所以才想着找他理论的。唐诗玲瘫坐在沙发上，失声痛哭起来了。她哭得伤心，却没有让李向泽心疼分毫。他冷淡地看他一眼：“你走吧。”李向泽，我不喜欢你，与许青梅无关，是我单纯就不想跟你有牵扯，听懂了吗？唐诗玲还想挽回的，但见他们牵手离开，知道自己彻底输了，而且输得一塌糊涂。根本不是许青梅跟他抢男人，而是他喜欢的男人刚好都喜欢许青梅，自己丝毫没有赢的可能。你之后有什么打算？李向泽递给他一瓶水，低声地问。我想离开，李向泽，谢谢你刚才帮我。许青梅感激地朝他笑了笑。他曾经拒绝了他，今晚还能出手帮忙，李向泽确实是个不错的男人。只可惜他爱错了人，心也跟着死了。我能帮他说句话吗？李向泽见他点头，委顿了几秒，才又说道：你该去医院看他一眼。许青梅，你所看到的一切，或许都只是他想让你看到的。他病了。许青梅一脸错愕地望向李向泽，好像病得还不轻。医院的走廊里，病房里的顾衍成微叹口气：欣欣，你可以回去了。表哥，你骗了许小姐，就不觉得内疚吗？在我看来，无论发生什么事，你都该对她坦诚相待的，更何况你跟她连儿子都有了，不会这么经不起风浪吧？欣欣试图劝着表哥，毕竟找个相爱的人而不容易，就这么放弃，真的有点可惜。我这是为他考虑。看着我死去，对他毫无意义。欣欣，我让你办的事，你到时候别忘了。能留给他们母子的，就只有这些东西了。表哥，你不一定会死，咱不说这些丧气话。你就不想再见一面许小姐了吗？顾衍成伤感地摇摇头。他做这个决定并不轻松，万一自己露馅了，岂不是坑了许青梅？与其让他伤感怀念自己，倒不如恨一辈子。可是欣欣还想反驳，见他闭眼假寐了，也只能乖乖闭嘴。感情这回事还真是麻烦，又让人头疼。就这样走了？李向泽低声问。许青梅挤出一丝笑：不走，还想留这里吃午饭吗？李向泽，我尊重他的选择，可是他明明要死了呀。李向泽，我能求你一件事吗？说。他对他从来都是有求必应的。跟我办一场婚礼。好。李向泽心疼地望着他，不禁感叹，老天爷还真是残忍，彼此这么相爱，为何偏偏要分开他们呢？1周后，5星级酒店的婚礼现场，许青梅穿一身白色婚纱，美得不可方物。原来女人精心装扮一下，都是美人啊。妈妈，你真的要嫁给李叔叔吗？儿子不理解地问。明明爸爸还在医院里，就这样放弃爸爸，是不是太残忍了？你爸看着我们幸福，他才能走得安心。儿子，一会儿装也要装得开心一点，算妈妈求你了，好吗？儿子似懂非懂地点点头。妈妈，
我长大了会保护你和爸爸的。好。许青梅在儿子额头吻了一下，刚抬头就看着急匆匆走进来的顾衍成，他一把将人儿拽进怀里，却被他给挣脱了。今天我结婚，你疯了？许青梅，我不同意你嫁给李向泽。凭什么？就因为我带着你给的财产，还有你儿子，你就不乐意了？许青梅没好气的朝他低吼着，并不是这个，我其实……他欲言又止了。顾衍成跳进自己挖的坑里，不知怎么爬出来了。其实你生病了，就要像救世主一般，临死还要打点好我和儿子，一个人静静地翘辫子。我说的没错吧？你都知道了，是欣欣跟你说的吗？顾衍成愧疚地想要挽回，却被许青梅一口堵死了。你以为的最好安排，我根本就不稀罕。顾衍成，你真的不够了解我。我可以在你生死未卜的时候，独自生下儿子，并抚养他6年。你觉得我会惧怕生死吗？对不起，祝你们幸福。他的所作所为确实够混蛋的。站住！许青梅提着裙摆，气鼓鼓地走到他面前，抬手就是一巴掌，直接把他打懵在原地了。顾衍成，你把话说完再滚。他微顿了几秒，才低声地说，我被误诊了，脑子里只是淤血，并非恶性肿瘤。现在说这些，并不像一个惊喜，倒是显得那么讽刺。顾衍成背对着他苦涩一笑，或许自己真不配拥有许青梅，一而再的放手，任谁都会伤心到绝望的。李向泽是个优秀的男人，他真心祝福他能幸福。我结婚，你不参加吗？他猛然回头，我参加，作为前男友，还是孩子爸爸的身份，挺尴尬的，还是算了吧。作为新郎，你要是敢缺席，我们就真的结束了。许青梅缓慢地走近着他，两人近在咫尺，连彼此心跳声都听得真切。他没有听错吧？新郎竟是自己。你明知我有绝症，还要嫁我？许青梅，你真够傻的。顾衍成环住他的纤腰，四目相对，深邃的眼里透着痴痴的情意和一份感动。你也聪明不到哪去，明知要死了，还把所有财产都留给我，不怕我转身就带着你儿子改嫁，到那时你就真的死不瞑目了。不怕，我此生心愿就是你能幸福，如果我不能陪你一辈子，换做别人，我也甘之如饴。老婆，属于我们的婚礼该开始了。顾衍成一脸痴情地牵着他的手，向着光芒万丈的地方走去，那里有祝福他们的家人朋友，有他们美好的未来。全剧终。